他其实提出了个很尖锐的问题。我下面要讲一些个台湾观众听起来可能有点离经叛道啊，但是我告诉各位，我讲的都是真实的。那么首先，美国的灵魂啊，这个看起来是一个有一点号召力的词组，它在《纽约时报》去年刊的一篇文章当中出现，那也出现在拜登今年1月份的就职演说当中，它是被包装成具有历史和哲学意涵的一个深邃的字眼。我们且不管这个词组想表达什么意思，那么当它由《纽约时报》来推广的时候啊，它就值得我们审慎的思考了。为什么？下面我要讲的，大家可能觉得有点难以接受，那就是为什么有《纽约时报》来推广这个美国的灵魂就值得可疑呢？因为《纽约时报》早就不是所谓的主流媒体，它根本就不是媒体，它是4年前就沦为民主党的喉舌了。那么有人如果把中共的《人民日报》说成世界上的主流媒体，恐怕认同人不多，因为共产党自己都说嘛，《人民日报》就是他的喉舌。那本来在自由世界里，媒体是有客观标准，那就是它必须是中立的、独立的，遵守新闻伦理的。我想台湾各大学的新闻学院都会讲授这些原则。那么如果一个出版物公开宣称它违背了新闻原理，而且坚持这样做下去，那它在自由世界里到底是媒体还是喉舌？答案是不言自明的。那我不是在这里给曾经著名的《纽约时报》扣帽子，我这里引用2016年川普总统当选以后第3天，《纽约时报》发行人 Arthur Salzberg Jr.， 就是小萨尔兹伯格这个《纽约时报》的发行人，他有一封致订户的信，在信里面介绍了《纽约时报》当时的2016年的立场。当时这个发行人在信中是这样发誓的，他说：“我主持的这家报纸会重新献身于《纽约时报》新闻主义的基本使命。”这个话讲得很妙哎。你如果没有背离，你怎么会重回呢？你要重新的意思就是说你曾经已经背离了新闻主义了。那所以他这个发行人等于是不打自招，他等于变相承认了这个《纽约时报》这个出版物啊，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就曾经不再献身于《纽约时报》新闻主义的基本使命，而是充当了希拉里和民主党的喉舌角色了，在歪曲报道、恶意攻击川普。那么这个发行人写这封给订户的信的时候，他想挽救订户，所以貌似有点忏悔，但是呢，他食言了。从那个以后，《纽约时报》再也没有献身于新闻主义的基本使命，而是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充当民主党喉舌的角色当中去了。那2016年，这个美国总统大选就是11月8号，那么之前2个月，就2016年的9月，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对我做过一次采访。那么他们采访以后，把我这个采访的内容用美国大选政治正确和媒体倾向性报道这样一个标题，9月19号登在2016年的这个法广中文网站的国际纵横栏目里头。那么当时我就谈到，美国的大多数传统媒体，如报纸或电视台，都放弃了新闻中立的立场，成为某个政党的代言人。他们的旗帜呢是政治正确。美国多数主流媒体的意识形态主导，意味着总统大选不仅仅是2位候选人的政策辩论，更是不同价值观的对垒。那么我费这些时间来介绍《纽约时报》的角色，是因为他的角色给拜登那个美国的灵魂呐，这个宣传性词组涂上了喉舌的浓厚色彩。一个抛弃新闻伦理、专一充当某种政治势力喉舌的出版物，他要做什么？目的性自然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给主子涂脂抹粉。那为什么需要涂脂抹粉呢？因为主子的行为实在需要盖上一件皇帝的新衣。那么拜登上任已经100多天了，签署了一大堆行政命令来贯彻他那股势力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这我们刚才讲到共产党国家价值观，然后讲到了民主，主持人也提到了民主制度。那么这里我想谈的就是民主制度也不是不会被推翻的，是可以内部被推翻的。美国现在正在走在这条路上。是我们时间不多，我就举拜登今年上任以来的一连串的行政命令当中2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鼓励吸毒，第二例是鼓励开放国界。
那么这两个例子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拜登那股势力的价值观。我想在台湾啊，如果有哪个总统敢发布这样的命令，鼓励台湾吸毒，鼓励台湾开放国界，选民肯定会认为选民会认为说这代表大家的灵魂和追求嘛？恐怕凯达格兰大道的抗议要吵翻天了，这样昏庸的总统是会被罢免的。那么是不是说美国的灵魂跟台湾灵魂完全不同呢？我就举具体的实例来说明一下。第一啊，美国的司法部有缉毒局，专门稽查毒品的，1973年就成立了，长期的一直在为控制毒品泛滥努力，在抓捕毒贩。那么现在美国总统宣布，我们虽然缉毒局保留，但是我们以后鼓励大家吸毒。这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就是美国移民局比这个司法部的缉毒局更古老，1819年就成立了，原来是归司法部领导，后来最近几年改归国土安全部领导了。那么全世界都知道，入境美国还有移民美国是最难的。那么台湾有很多优秀人才，如果他们想移民美国，这个过程都不容易。那么为什么比方讲来自台湾的优秀人才，他们想移民美国，这个会难呢？是因为他们比拉丁美洲那些闯到美国来的非法移民的教育程度更低，素质更差吗？当然不是，恰恰相反。他们入籍难，合法移民入籍难，是因为他们不够无赖，没有人好意思赖在机场撕毁护照装穷，也没人冷酷地把自己的小孩子丢在入境的地方不要了，逼着美国政府养起来，然后再说这小孩子需要父母照顾啊，所以我们作为父母，我们要移民美国啊。那种近乎无赖的非法移民行为，就是现在此时此刻拉丁美洲上万非法移民儿童的父母的所作所为。那拜登当局认为说这个行为正当合法，所以看起来啊，如果要守护拜登的美国的灵魂呐，下一步美国应该取消缉毒局和移民局。那么这真是美国的灵魂所追求的吗？那么如果是，当美国长期以来设立缉毒局和移民局，难道都是被魔鬼支配的吗？我们用常识思考以后啊，都会知道说，真正的美国的灵魂是追求自由和公正，追求以努力工作来实现个人的抱负，而不是听从魔鬼的召唤，去热爱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论。这正是台湾绝大多数民众认同的台湾的灵魂，也是绝大多数民主社会的价值观。所以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拜登的美国的灵魂，它的实质是什么？那就是拜登这个美国的灵魂啊，其实就是反美国的魔鬼的灵魂。不幸的是，这个魔鬼操纵了去年大选，制造出如今的局面。那么也给了我们一个教训，就是说人类社会的演进从来是曲折艰难的，我们会经历种种磨难，包括拜登那个美国的灵魂，给美国上亿的老实工作、诚实纳税、不想白占其他纳税人便宜的那些美国公民们带来的磨难。